大家好，这里是奇观观察室，我是通风。在2015年的美国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枪击案，受害者夫妇既是彼此的初恋，又是彼此的二婚。丈夫被枪击身亡，妻子头中2枪，但幸免于难。警方起初以为是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，但故事的发展是转折了又转，从他杀到自杀，再到谋杀，最终靠通灵找到了凶器，靠鹦鹉查出了真凶。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就让我们先穿越回2015年，娓娓道来。沙湖是美国密歇根州纽威戈的一个小镇，这里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区，山清水秀，风景优美，正是打猎、露营、房车旅行的好去处。小镇居民并不多，2020年人口普查时只有522个人，大家彼此都认识，相处得很是融洽。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2015年5月12日，小镇居民康尼在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几声枪声，他并不奇怪，因为他的邻居马蒂从小就爱打猎，经常一打就是一整天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想来是马蒂又出去打猎了。可到了第2天，康尼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，因为昨晚给马蒂夫妇发的信息一直没收到回应，且他们家房门紧锁，敲门也是无人应答。下午3点半，康尼再次前去查看，可除了几声狗叫，依旧没有任何回应。康尼试着推了推门，奇怪的是，这一次门没有锁，客厅里面是一片狼藉。再走进卧室一看，他几乎要被吓晕过去了。只见马蒂倒在血泊中，而他的妻子格伦娜躺在一条毯子下，脸色苍白，头发被血迹染红。康尼尖叫着夺门而出，随即报了警。警方很快就赶到现场，屋里乱得像是被洗劫过一样。搜索房子，在床上找到了几个已经发射的弹壳和一颗未发射的子弹，一个有洞的枕头，以及夫妻2人的手机。地上有一把保险箱钥匙，保险箱里只有200美元。马蒂身中5枪，其中1枪穿过心脏，已去世多时，而格伦娜也中了2枪，位置都在头部，想来也是没救了。可就在警方打算将2人的遗体运往医院时，格伦娜却猛地睁开双眼，挣扎着起来了，并向医护人员大声嚷嚷着：“你们在干嘛？你们要对马蒂做什么？”格伦娜头中2枪，居然还活着，且情绪激动，警方立即将她送去抢救了。就目前看来，警方初步断定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。2位受害者马蒂和格伦娜之间的故事说起来也是狗血。他们2家是邻居，2个人从小就相识，算是青梅竹马。马蒂出门打猎时，格伦娜总喜欢静静地陪在身边，一来二去，他们就走到了一起。可初恋往往是遗憾的，不久之后，2人就分手了。格伦娜像是赌气般的，很快就嫁给了一个名叫鲍勃的男子，并生下了2个孩子。之后，马蒂也结识了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娜·凯勒的女孩，并结为夫妻，生下了3个孩子。不过婚后的马蒂依旧爱玩，经常打猎钓鱼，有些不务正业，没有稳定的收入，所以根本就没能力抚养3个孩子。妻子凯勒要求他找一个正经工作，马蒂也觉得确实该收收心了，他听话的在附近找了一份工作。但就在日子即将步入正轨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入职后不久，马蒂开车回家，在一个视野盲区，迎面驶来一辆大货车，速度很快，他根本就躲闪不及，2车瞬间撞在一起。送进医院时，马蒂的心脏都快停止跳动了。抢救下，马蒂性命是保住了，但身体严重受损。更要命的是，因为伤及大脑，他在车祸后失忆了，妻子和3个孩子都不记得了，最终和妻子离了婚。离婚之后，马蒂很有担当，将房子给了前妻，自己则带着3个孩子搬到了纽威戈，用车祸保险金和银行贷款买了一套房子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，他身体恢复的还算不错。而此时的格伦娜呢，也离了婚。他听说马蒂的遭遇之后很是同情，立即就联系上他，并给予了马蒂很大的帮助，重新在昔日初恋身上找回了温柔，2人又好上了，得以再续前缘。
然而几年之后，因为车祸严重的并发症，马蒂的生活几乎无法自理，更不要说照顾3个孩子了。不得已，孩子们只能投奔他们的母亲凯勒。而格伦纳一片痴心，并没有因此而离开马蒂，他辞去了工作，全心全意地照顾着马蒂。2个人靠着政府每月发放的1100美元补贴和给格伦纳的每月3153美元的奖金生活着。虽然补贴不少吧，但是也只是勉强够用，毕竟马蒂的病是一笔大支出，而格罗纳自己呢，也需要长期服用抗抑郁的药，他还患有支气管炎，花销也不小。2人相互扶持着过着平静的生活。格罗纳的父母自然不想他们的女儿后半生就过着这样的生活，一直在劝女儿对自己好一点。但格罗纳不顾家人反对，执意要和马蒂结婚。他不仅承担起照顾马蒂的责任，也让马蒂破碎的心完整了起来。如今这一对苦命鸳鸯的生活终于有了一些起色时，却双双倒在了血泊之中。邻居们告诉警方，这对夫妇一直小心谨慎，从不忘记锁门，他们的生活本就低调，又没什么钱，按理说不会有歹徒盯上他们家呀。不过格罗纳的哥哥却提供了一个线索，他说妹妹家除了政府给的补贴之外，还有其他收入。马蒂因为车祸的后遗症，经常是浑身疼，所以需要服用大量的止痛药，而医生开的止痛药含有强睾酮和鸦片成分，如果把药片碾成粉末吸食，或者兑水后注射，就能获得一定的快感，因此常被一些瘾君子当成替代品来吸食。但这类药品管控十分严格，需要医生的处方才能买到，而马蒂的病情较重，医生通常会开非常大剂量的止痛药，这就给了他们赚钱的机会了。他们常常将药偷偷卖给药贩子，以赚取一笔可观的灰色收入。难道说是夫妻2人和药贩子发生了纠纷，所以惨遭了毒手吗？可还没等警方细查这条线索，一通电话又给这起案件增添了一丝玄幻色彩。这一天，警方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，一个名叫弗兰·法兰的女人神神叨叨地告诉警方，一定要注意马蒂家客厅的沙发底下，凶器很可能就在那儿。还有，马蒂和格伦纳都是右撇子，注意查看右手。打来电话的弗兰是受害者马蒂的远房表亲，职业是灵媒。所谓灵媒，就是一些能够通鬼通灵的人。他说这些线索是他施展灵力后算出来的，这你信吗？反正我是不信，什么都能算出来，那还要警察干什么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搜一下又不会损失什么，万一呢？抱着这样的想法，警方又仔细搜查了马蒂家，还真就在客厅的沙发底下发现了一把鲁格左轮手枪，手枪上没有指纹，经弹道比较确定了这把手枪就是凶器。警方懵了，这合理吗？显然是不合理的。所以警方认为弗兰有问题啊，他知道这些细节，嫌疑非常大。但警方调查了弗兰的行踪，发现在案发时他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而且他和格罗纳一家也没有什么交集，不存在作案动机啊。于是就排除了他的嫌疑。这事儿还真是越来越蹊跷了。警方在对邻居和亲属进行走访时，有了一个意外发现：马蒂和格罗纳的关系似乎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好，2个人的脾气都很差，经常口吐芬芳，甚至是拳脚相加，闹得隔了5米远的邻居都能听见。2人吵架的话题多数是因为钱。马蒂比较抠，生活里最常干的事儿就是环绕整个屋子，然后关掉所有亮着的灯，把空调的温度调低来节约用电。邻居曾开玩笑地说，进入他们家要穿2双袜子。而格罗纳则认为，照顾马蒂虽然能有收入，但病殃殃的实在是个累赘，他只能通过花钱来发泄生活上的不顺，经常是大手大脚的花钱。为此2个人没少闹矛盾。邻居们常听到格罗纳半开玩笑地说，马蒂现在的身体状况就是在等死。
也许哪一天我会亲手送他上路的。马蒂的母亲也提供了线索，说案发前几个月，马蒂在一次电话闲谈中表示，他接到了来自银行的电话，说他家房子贷款已经逾期了，需要尽快缴纳。因为家里的钱财全都是由格伦纳负责的，他立马就质问格伦纳，而格伦纳则说他每个月都在按时缴纳房款，是银行弄错了。可没想到的是，2015年4月，当地报纸上刊登了他们家房子逾期多次的通知。2015年5月12日，也就是案发当天，马蒂和格伦纳所居住的房子因多次逾期，一共欠款$48,000，正在面临法拍。警方调出银行流水，发现每月$700的按揭已经很久没缴了，两个银行账户里分别只剩下$182和$118。因为没钱，格伦纳已经拍不起 X 光片了，甚至停用了抗抑郁药和支气管炎药。按理说，马蒂和格伦纳每月都能收到政府的补助金，还有可观的灰色收入，怎么会面临财务危机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到格伦纳的毒瘾了。其实格伦纳爱赌并不是什么秘密，亲戚朋友们都知道，他每周都会去几次赌场，而且他通常都是最后一个从赌场出来的人。当家人一起出游时，格伦纳总想去拍老虎机，他的赌瘾非常大，有时候什么也不做，能在老虎机前一坐一整天。连加油站的工作人员都说，他每周都会花费$50到$100买个几次彩票。可老话说十赌九输啊，一查账单才知道，仅仅是2010年，格伦纳就输掉了$75,000，而这一切都是背着马蒂干的。随后，马蒂的3个孩子也主动交代，说他们在案发第2天用银行卡破门，悄悄回到了案发现场，并发现了警方遗漏的3封信，其中一封信是这么写的：很抱歉，我搞砸了一切，请照顾好我的2个漂亮孩子，格伦纳。这是格伦纳留给前夫以及2个孩子的信，听着信中的口吻，像极了是一封遗书。加上他患有抑郁症和欠下巨额债务无法解决，警方就推测他或许是想轻生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凶器枪是在客厅沙发底下被发现的，而马蒂和格伦纳都倒在卧室，那么是谁把枪放在沙发底下的呢？马蒂身中5枪，当场毙命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显然不可能是他。格伦纳倒是还活着，可如果是他所为，他就需要在枪击了马蒂之后，再朝自己的头开2枪，然后将枪上的指纹擦掉，放置在沙发底下，自己再回到卧室躺下。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啊！就在警方毫无头绪之时，头中2枪的格伦纳苏醒了过来，不过因伤及头部，他同车祸之后的马蒂一样失忆了，而失去记忆的恰好就是案发那几天的事儿。按道理说，人抢救了回来是好事啊，但格伦纳刚醒就面临马蒂的3个孩子的指控，说他是凶手。对此，格伦纳一再否认杀害了马蒂。他表示，我没有杀他，我也不会杀他，因为他是我的全部。至于房屋面临法拍的事儿，他也不知情，也不记得写过什么所谓的遗书。看来他是真失忆了。不过马蒂的家人始终不相信格伦纳，他们坚信就是他杀害了马蒂。由于案子实在是没什么头绪，加上格伦纳的失忆也确实有些可疑，警方就开始重点调查他了。格伦纳昏迷期间，他的手机是由警方代为保管的，警方就提取了手机的浏览记录。记录表明，在5月12日凌晨的这段时间里，格伦纳是反复访问鲁格左轮手枪的网页，而搜索的型号与案发现场的凶器是完全吻合啊。对于这一点，格伦纳解释，我只是在用手机玩网页游戏而已。这个理由实在是有些牵强。马蒂是打猎高手，对枪支也颇为熟悉，若真想了解手枪的使用，直接当面问他岂不是更好的选择？况且玩个游戏用不着查真枪的使用说明吧。格伦纳真是越查越可疑。可是纵有遗书和手机浏览记录，也并不能直接证明格伦纳有罪啊。
调查也是难以推进，要是有证人在场就好了。可惜警方也只能想一想，因为案发在密闭的室内，可以确定现场只有他们2人。但天无绝人之路啊！不久之后，一个目睹全过程的奇怪证人出现了。1年后，一段影片在网络上走红了，内容让人毛骨悚然。画面中，一只非洲灰鹦鹉在重复着一段对话。这只灰鹦鹉名叫巴德，正是马蒂生前所养的宠物。它是一只十分聪明的鹦鹉啊，喜欢模仿马蒂说话。之前一直与马蒂和格伦纳生活在一起。在马蒂去世后，他被前妻凯勒所收养。将巴德接回家2周后，他便讲起了这样一段对话。起初凯勒并未在意，但在这1年中，这只鹦鹉经常重复着这一段2分钟的对话，其中夹杂着大量的脏话、怒吼和争吵。他一直重复着，直到最后一句，声音便戛然而止了。巴德不停地左右切换身位，不停地改变声线，像是在模仿2个人的吵架。更具体的说，是在模仿马蒂和哥伦纳。凯蒂觉得这实在是诡异，于是就录下来放到了网上，这引起了巨大反响。网友们认为这只鹦鹉得了创伤后应激综合症，所以才会不停地重复案发现场的画面。这似乎说明格伦纳有重大作案嫌疑啊！网友们大胆发挥，立即拼凑出了案件真相。案发前，格伦纳已经很久没有服用抗抑郁的药了，因为他把所有钱都输了，没钱买药。这一天，他从药贩子手中接过了贩卖止痛药的钱，走进药店打算买点药，但又想起即将到来的房屋拍卖，他咬咬牙转身走进赌场，决定来一场豪赌。很显然他又输了。身无分文的她绝望地向丈夫坦白了糟糕的财务状况，2个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犯下这种错误了，上次她就是这样将车给输掉的。但她依旧不知悔改。心灰意冷的哥伦纳从保险柜里拿出左轮手枪，决定大家一起死，一了百了。他给家人留下信，又在网页上详细搜索了左轮手枪的用法，然后连开5枪，枪杀了尚在熟睡中的丈夫。然而朝自己开枪需要巨大的勇气，轮到他时，不知是恐惧还是他临时改变了主意，2枪都射偏了。疼痛使他晕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醒了，本想逃跑，但受着伤，显然逃不远。念头一转，他跌跌撞撞地走向厨房，清洗干净枪支，并藏在沙发底下，再弄乱房间，伪装成入室抢劫的样子。一切做好之后，他也耗尽精力，失血过多，使他头晕目眩，最后走回房间，晕倒在地。这一切都被这只叫巴德的鹦鹉看在了眼里，记在了心里，说在了嘴里。巴德的录音为判案提供了关键证据。虽然听起来这很荒谬，但在美国，证据形式并没有被严格的限定，证据只要符合关联性的规则，就可能被采纳。此前也有通过动物帮助侦破案件的先例，最著名的便是一只叫史努比的斑点狗。史努比是法国第一只真正作为证人出现在法庭上的狗。2005年末，法国巴黎郊区南泰尔，一位老妇被发现死在住所，遗体被悬挂在高处，看起来就像是上吊轻生了一样。警方起初认定为自杀，但遭到家属的强烈反对。事发2年半之后，该案重新审理，检方请来了被害人的宠物狗，名叫史努比。史努比在主人被害前的1个小时内一直陪伴在左右，见证了案发经过。在兽医的带领下，史努比被带到法庭的证人席。当嫌疑人出现在他面前时，他发出了愤怒的叫声。为此，法官托马斯·卡托称赞了他的表现，并感谢了他的宝贵证词。鹦鹉学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，但要让鹦鹉作为证人，则让检察官很是头大。在奉行直接言辞原则的英美法律中，
证人出庭必须要经过宣誓、当庭陈述、交叉询问3个环节，否则其证言无效。正如检察官所言，很难想象让鹦鹉将一只爪子放在圣经上宣誓，更何况也没有办法证明他模仿的人就是马蒂和格伦纳呀。万一是哪个电视剧情节，或者是人为训练的呢？不过马蒂的前妻凯勒目睹了这一切，他说自己可以代替鹦鹉出庭作证。很快格伦纳的神经外科医生也出庭作证说，格伦纳的2处枪伤位于头骨右侧靠近耳朵，可能会导致其意识丧失，但不具致命性，这使得他开枪后依然可以行走，确实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抹除作案痕迹。而案情的第一目击者邻居康尼也表示，当他报警回来时，似乎看到格伦纳的头部位置改变了，但他当时并没有在意，还以为是自己记错了。另一边的检方也终于在凶器手枪中提取到了细小的皮屑，经 DNA 比对，皮屑正属于格伦纳，且经过鉴定，案发现场的那3封信也是格伦纳的笔迹，不存在摹写的可能。同时，法官根据格伦纳手机上1个多小时的搜索记录以及枕头上的洞，确定这是一场蓄意谋杀。虽然并不能肯定格伦纳访问鲁格枪械制造公司网页的目的，但可以从证据中推断，他访问与凶器有关的网页时，正在考虑杀掉马蒂。格伦纳使用的鲁格手枪是一把单动式左轮手枪，这把枪每次开枪时都要扣动枪锤，而马蒂身上有5处枪伤，其中2处穿过枕头，这就意味着格伦纳必须摆放好枕头，扣动扳机开火，然后再次扣动扳机开火。如此表明格伦纳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再动手的。在一系列间接线索以及证人巴德的帮助下，陪审团经过几个小时的商议，一致认定格伦纳罪名成立，判处其终身监禁。虽然他提起了上诉，但法院最终还是维持了原判。案件虽然判了，但依旧有不少网友提出异议。有人认为鹦鹉巴德的影片是案发1年后才出现，很可能是有人刻意引导的。确实，鹦鹉的突然出现才让人重新重视起了这起案件，这当中是否还另有隐情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如果你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见解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，帮忙给个3连支持一下，以动动手指去对我莫大的鼓励。我是钟峰，我们下期见。